我同居的女人已经洗漱完毕，从卫生间里出来了。看来我是错过了一出好戏。女人躺到床上玩起了手机，我也躺到了床上，就躺在她的身旁。我没有玩手机，我在看她的手机。我试图从她的手机上查到一些线索。如果她真是个杀手，她总该和上家保持联系。然而她在追剧。10分钟后，她关掉了手机，然后睡去。这夜女人睡得很沉，而我却辗转难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女人就出了门。我猜她要去买彩票了。我在一个工地做临时瓦工，今早我跟工地请了几天假。比起每天起早贪黑的上班，追查1年后我为何会弄丢日记本那可有意义多了。1年后我能不能发财就靠这日记本了。女人前脚刚出门，我后脚就跟了出去。女人在路口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我怕跟丢，赶紧在路口拦了一辆。师傅，跟上前面那辆出租车。出租车师傅一脸懵逼地问我哪辆？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然后就让师傅一直往前开。我让停就停，果然女人在一个彩票店附近下了车，然后直接进了彩票店。女人早已从我的日记本上记熟了下一期的中奖号码，她直接让店员按她说的号买了一注。随后女人穿过了几条巷子，她走进了一个比较破烂的小区，菊园小区。她在一棵大树下的石凳上坐下，然后盯着不远处的一条巷子，久久不曾动过一下。我也在她身旁坐下看，我猜她应该是在等人。难道她是在等下一个作案目标吗？女人在大树下坐了一天，我也在这儿守着女人坐了一天。女人似乎并没有等到她要等的人，直到晚上9点多，女人回到了住处，几乎是跟昨晚同一个时间。女人再次用手机给那个叫神经病的人发了一条短信：今晚我没等到目标，明天我再去。很快对方回复了信息，依旧是一个笑脸的表情包，外加同样一句话：晚安招财猫。10分钟后，她关掉了手机，然后睡去。这夜女人依旧睡得很沉，而我依旧辗转难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女人再次来到了菊园小区，然后在大树下一坐又是一天。第3天、第4天，连着好几天都是如此。不过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女人每天都有买彩票，可我却没看到她兑过一次奖。女人继续每天都去菊园小区。今天因为工地赶工期缺人，我硬被包工头叫去加班，所以就没能跟去菊园小区。一直到晚上10点下班回家，我发现女人还没有回来，于是就打算去菊园小区看看。到了菊园小区之后，我果然看见女人在那棵大树下的石凳上坐着，她的目光依旧盯着不远处的那条深巷。当我来到巷口时，突然我好像听到巷子深处传来一声女人的呼救声。我仔细听了一下，声音很沉闷，好像是一个女人被人捂住口鼻后发出来的。我朝巷子里望去，依稀看到角落里有几个人影，这是我右眼看到的，是当下的现实。沉闷的呼救声依旧断断续续传来，随之一起的还有从几个男人嘴里传来的污秽言语。我意识到巷子里正在发生着什么，于是赶紧报了警。警察说大约5分钟能赶到。巷子里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弱，我怕等不到警察来就要出事情，于是我鼓足勇气